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再来读一小段六祖坛经，每天读经5分钟。上一期我们读到进度就是这首诗句五祖跟六祖在交代一些事情，因为现在六祖已经继承了衣钵和顿教的教法，成为了第6代祖师。那所以五祖呢，就将一些过去祖师交代给他的事情呢，传承给六祖慧能。那前面2、3期我们都在聊这首诗句嘛，今天我们就不再聊了，我们就继续。这首诗句是关于这个顿教的教法。接下来呢是关于这个衣钵。五祖告诉六祖慧能说呢，当初为什么要传衣钵呢？因为达摩祖师呢是从印度呢来到中国呢，传承这个心法的。那当时呢刚开始来到中国嘛，大家呢不能够确定说他的身份，所以说呢他带来了这个衣钵作为信物，并且呢代代相传呢，都将这个衣钵传承下来呢，就作为这个信物，有点像是古时候传位呢，就是玉玺，用玉玺作为这个代表一样。所以说这个衣钵呢，一直以来代代相传呢，就是证明说所传的心法真的是源自于达摩祖师从印度传过来的，相当于就是真正的法脉，用这个衣钵来证明所传的内容是真正的法脉。因为对于一般人而言的话，它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开悟的圣人，所以说能够根据你所传的这些心法内容来分辨真假，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像现在其实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一样，大家要么就是认品牌，要么就是认这个人，要么就是要有一些认证。那如果没有认证的话，比方说一个路人甲，比方说我们路人甲普通人，然后我们说一些内容，的话呢，基本上大家是不信。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没有能力凭你所说的话来判断说内容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但是呢，你如果能够提出一个信物，比方说我提出个信物，达摩祖师传承下来的衣钵这个信物的话，人家就说你真的是传承了达摩祖师的心法，那人家就愿意相信你所说的话。那先相信之后呢，才慢慢去了解。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信为道，圆功德母嘛。很多东西是相信了之后呢，再慢慢去学习，慢慢去了解的。所以是这样。所以呢，五祖告诉六祖慧能说呢，这个衣钵是信物，代代传承下来的。那这个顿悟教法门的心法呢，一直以来都是，就像我之前说的，单传独授嘛，一代一代的祖师就是以心传心，那就是遇到这个悟性能够领悟的人，才能够传承给他。至于这个领悟的过程呢，老师只能够去引导而已，没有办法去说给你听，这样子。自古以来呢，佛之间的传承，师与师之间，祖师与祖师之间的传承都是这样子传的是这个菩提自性本体就是生命真正的本来面目。那所有的老师也是引导他的接班人呢，去契入这个本心本性。那我们今天先读到这边，下一期我们再继续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就读到这边，明天见，拜拜。